哎，大家伙儿早喽！12月3号星期三，又是我们周三早训练的日子。你们看这是什么？我把这二维码放在节目上。这个是这周末大汉先生的防腐读脉马拉松的应援卡片。这个二维码，你们在屏幕上扫这二维码，能追踪，能给他加油。这个是大汉先生的目标赛事，他说目标是多少？2小时55左右。2小时55，来加油，给大汉先生加油！2小时55左右，可以的，太好了。然后今天我们有2位朋友，这位是来旅行的，这位住在这儿。你一会儿就跟队长先生介绍一下，你就说你想。好，谢谢。你想那个每周都来，然后让他看能不能把你加进 Line 的 group 里，好吗？好。哪天回去来着？忘了。周日。对。那还早呢。今天去哪儿玩？今天去奈良。对。可以。旅行加这个跑步确实很难兼顾。昨天去哪儿玩的？昨天在京都，连着3天京都。京都很辛苦，应该一直在走路。对，每天都是2万多步。全是游客，对不对？对。但红叶还好。对，还好的。大家给大汉先生加油啊！今天5个1公里就正常跑。周六去上海了，中午到，下午去试设备。我们那个自媒体战队每个人跑16公里，不是去比赛，就是去主要是体验和拍摄。3分20。かっこいい。Cloud Boom Strike。かっこいい。おしゃれ。3205本、はい、先頭。じゃあ行きましょう。3、2、1、はい。走。今天还是和往次一样。周三的训练课快跑的部分我没有剪掉，都完整的呈现了，一共是5个1公里，中间休息的地方有的地方剪掉，所以大家如果不想看呢，就往后倒完今天的训练，我和大家分享了间歇跑的经验心得，包括不同距离的间歇跑的作用，还有跑法，还有不同阶段的小伙伴们面对间歇跑的选择和间歇跑对您的用处。另外呢，还要跟大家说声抱歉，我的 Go Ultra 设置的单机是自由比例录像，双机是夜景模式。本来应该双机开夜景模式，但是可能戴着手套天凉，手有点不灵巧，摁完以后回来发现摁的是单机，所以没有那么优美的画面效果了，大家见谅。
3分23秒99，可以。不知道画面会不会画得很厉害？因为这一面就这一座桥，这一面桥什么鬼？这一座桥这个灯我特喜欢。打完马拉松，我从这儿冲进来，最后的100米。お30秒前ぐらい。はい。10秒前。啊，休息1分半，可以。行きます。よーい。走。到。到。3分11，快！这组明显感觉体感就快下来了。今天带了个胶，就是空腹热身出来跑完2公里，给它吃点吧。哇，马上要开始了。10秒前。はい。好，行きます。よー。走。
哦，还有3分15。啊，3分15。大丈夫ですか？大丈夫です。嗯。おー。いかんないですよ。我受伤的地方感觉还好，那我们前面的几位就会稍微的多休息几秒。行きます。よーい。はい。到。3分11。来到。最后一个。哦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出し切ってるよ。田中さんは出し切らないもんね、多分。
，nice，3分08，最后一条了的，nice。太棒了，太棒了！快到大边上，快到，快到！加油，快到！快到！快到，东西上！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这种间歇课的心得吧，好吧？等一会儿我们到了集合点停表，先看成绩。大河源先生跑过来了，加油，大河源先生，快到！快到！这两天适应了以后，好像又没有一开始那么冷了，但是进入到了这个阴冷的冬季，早上起来穿鞋是就特别潮，感觉有点湿都。但是我穿这样，我戴厚臂套还稍微有点热吧，这种间歇。快到！这小朋友步子特大，快到！那个小朋友自从前几周加入我们以后，现在每次都有参加，一步特别大，跑起来特潇洒那种。这一跑全都给弄没了。我们刚起跑时地下好多桃心儿，不对，爱心，看还有没有。第二圈的时候还能看见，而且银杏这边是就掉得最厉害的季节。哎，还有，看。还有，我们都躲着这个走，也一脚都没踩，多好！这叶子特厚的地方还挺滑的呢。今天穿的这双昂跑的 Cloud Boom Strike， 就是上海10公里精英赛穿那双，这双鞋特别有劲儿，就这种中短距离的时候，就感觉特弹，就是它是那种能深刻感受到碳板弯折的那种弹。这2年的鞋，就做这样的不多。这2年的鞋很多都是韧弹或者软弹，就是靠那个中底材料变形，加上碳板的刚性辅助去弹。这双鞋中底的材料就很弹，然后它的那个能明显感觉到碳板有就是形变的那种弹，所以这种短距离所谓10公里也是，觉得就感觉有东西推着你走，有点当年穿那个1代的 Vaporfly Next 的刚上脚那感觉。这双鞋挺好的。天还没有全亮呢，6点27，运动感受很累，录个音。今天这5个1公里跑得特别顶，尤其是最后一个，差不多顶到了3分08。虽然不是那种特极限的速度，跟我自己比，我可能顶到3分04或者05是我的极限的最后一个1公里。但是今天状态很不错。伤这个东西，现在肯定判断它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，它应该是一个疲劳性的，就是不适，还好。好，你看这样回去就能语音识别。我们看看圈数啊。单圈数据：第1个1公里3分24，第2个3分11，第3个3分16，第4个3分之1，最后一个3分09，就是它是4舍5入过的，可以。这种间歇课其实和10个或者12个400米是不一样的。这间歇课分为长、中、短，1公里到1.6公里这种差不多算是中偏，就是1公里偏短，1.6偏中。
然后再往后，2.4、3.2甚至是5，或者是这种，比方说5442这种，就算是长。这些怎么跑呢？我的建议是这样的，他又跑出去了，厉害！我的建议是这样的，就是长间歇，比方超过2.4公里的，那越短的距离就越比你的阈值快。比方说我跑2.4公里的间歇，我的 LTR 是3分26，那我每一个2.4公里我应该要跑到3分20到3分26之间，就不能慢过3分26。如果是3.2或者是4或者是5，那就尽量跑在阈值附近。最好对我来说跑3分25、3分26，最慢不要慢过3分28。就我假设3分26，不是他假设，就是真的3分26是我 LTR。然后如果再短的，就一定要跑到3分26以内，就是你的阈值以内，越快越好。像我今天这种，我们的第一个基本上算是半热身的状态，3分23对我这个成绩跑1公里来说就不能叫间歇，就应该就是一个算是阈值训练了都，因为它比我跑6公里或者8公里的阈值可能平均配速还要慢，所以对我来说这1公里的间歇最好是要跑到3分18以内，或者理想一点应该是3分15以内。如果是春秋的话，今天是略微有一点点不太敢发力哈，到后边又放开了，还好。如果是400米的间歇呢，对我来说现在最慢差不多也要72秒1圈，差不多怎么着也得跑到3分05、3分04以内。然后最后一个就往后，最后一个或者最后2个，甚至要跑到3分以内。这就是间歇，就不是说间歇都是就长间歇跑阈值，短间歇怎么样？或者还可以有一种体感上的感觉，就是你跑间歇的时候，几乎每一个都是，就可能有引号的全力以赴。就像今天我们这5个1公里，其实每一个我们都全力以赴了，跑完都很累。只不过你的身体，其实人有好多被动的东西，你的身体告诉你说，后面还有激素或者怎么样，你就不会像最后一组那样定，就这个意思。还有就是关于间歇长和短也是不一样的，就是我的经验，这个间歇超过800米，如果最后的2组往上顶到极限的时候，会有其他的就身体的被动的反应。比方说我这个1公里，我怎么判断最后一组我顶没顶到极限？就是最后这1公里，大概到600-700米的时候，就肠胃就开始不舒服了，就有那种就泄力有点兜不住那感觉。这是我判断我顶到头了，就是这样。如果是400米的间歇，就是你怎么顶其实也不会这样，因为它不够长。所以那就从长短和感觉就能体会出不同的间歇其实用处也不一样。400米、800米这种，就800米以下这种，基本上就是培养你的那种短距离冲刺的时候动作的经济性，这样让你在跑比这速度慢的，比如跑马配的时候，身体就是它动态就更好。长一点，像1公里这种呢，其实就是刺激阈值，刺激怎么说，就提升你的 LTR。然后再长的间歇，其实是帮助你提升，我觉得可能是半马或者马拉松配速的感觉。我看这2位今天跑了多少？平均328左右。最后一个328，平均328，335左右，335，可以。最快了已经是。335、328，不错。第一次体验间歇生不如死的感觉。对，1公里间歇是比较痛苦。一个人跑主要是跑不到这个速度。你平常怎么样？自己跑？也能跑成这样了？我一般都是自己最后一个才会跑到3分20左右，剩下的都是3分30到3分40。你马拉松现在是多少？301。对，5000是17分2多。5000，对，所以就多跑点距离，多堆点跑量，对，就很快就棒了，对吧？你看5000都17分多了，马拉松应该在差不多250左右，可以。冬天能努力吧？能努力，还年轻。小伙伴们又冷身了4公里多回家了。今天5个1公里之后，热身3公里多，冷身4公里多，5个1公里加上中间休息，可能跑了6公里多，10多公里结束。今天第5个训练日了，明天休息了。跟大家分享这种间歇训练。这种间歇训练其实最根本的，不管你跑得多长，都是要就怎么说呢？得
得有那种极限感。这种极限感呢，要么就是从这对自己狠，然后同时你有这个能力；要么呢就是有队友能够带。就跟你看我们这5个1公里，就是我铁中先生、滕刚先生，还有最后一组的时候，那位就是我不知道他姓什么，抱歉，那位先生在后边，我一直能听见脚步声，他就逼着你要更快。当然，这也不是说它不是一个违心的东西。为什么我说，比方您的现在的马拉松还在3个半小时以外，甚至4个小时以外的小伙伴，不要痴迷于去跑间歇，就是你跑了其实顶不住。我现在就回忆我那个时候，老观众应该都知道，我在北工大跑间歇操场，那时候大学还随便进的，在那儿跑间歇，然后也能跑1公里的。1公里的间歇操场，我到第2圈的差不多200-300米，就是整体上在600米左右的时候，腿都软了，就勉强顶着，就是每一个1公里，就每一个1公里，最后的200-300米都是那种就顶上去了。其实今天这种感觉是特别对的，就是最后200-300米其实也顶不上去，但是我想加速还可以加，我想稳住还可以稳，可能看那个实时配速是没有起跑的时候快，但是它不是那种掉，这个感觉是需要有能力的，但是也不是一概而论的。就是我那时候刚开始跑间歇的时候，我的训练配速大概是4分50，大概是4分50到5分之间吧，可能那个时候我的半马成绩是1小时34，好像是。那时候我就会有觉得顶不住的感觉。如果现在让我再跟那个时候的我说，我会说那个我可以把间歇配速再降一些，变成一个更长距离的，比方1.6公里或者是2公里一个的，就每一个都跑阈值也挺好。不过那个时候我的那种训练对我有一个挺大的帮助，就是它在很短的时间内，差不多半个夏天的时间内，那个时候差不多我每周都去，或者至少是3周要去2次。在那半个夏天里，把我的训练配速从4分50就能变到4分30多，甚至是4分20多，确实是对我有一个比较大的帮助。所以，如果您觉得我对自己下得去手，我不怕受伤，我还年轻，我想顶一顶，也不是不行。也许它也是一个尽快的推开一扇门的办法，好吗？那就这么着。训练营的事情其实我已经都处理完了。确实有没办法的小伙伴，有的呢是我看确实跑的时间比较短，有的呢我看确实现在还不太需要，还有一部分就是您问我的时候，其实已经很多人了，非常非常抱歉，好吗？那最后还是祝大家呢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，咱们下回再见。